好，接下來我們特別關心這一場中美科技戰，尤其呢 AI 的鏡頭，我們今天要了解有一個說法是中國大陸的電力3步驟打造算力帝國，我們今天會來一一看，包括了從水下的資料中心的建設到綠電算力網到華為的晶片全部使用上去哦，3箭齊發。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這一場中美的科技戰，我們等一下會看，不只是比在華為的晶片這一場晶片戰，而是升級為一個國家等級的一個算力國力戰，比什麼呢？比電力、比算力、比水資源，還有基建等等。最新的焦點，我們要趕快來看到是位在上海外海10公里的這個是沉入海面10公尺，由離岸風電電廠直接供電的風力供電水下資料中心已經正式的上線了。好，它跟過去有什麼不一樣的突破呢？它可以節約大約20%的一個能源，再來它是免淡水的冷卻的，而且呢，它對於土地的需求也比較低，這樣子的一個省電啊、省地啊、省技術等等的一個技術呢，現在會成為未來的一個重要趨勢。那大陸已經規劃好了，未來5年就是投入2兆人民幣來建構這種 AI 算力網。然後呢，未來他也說這個規模還會再繼續的上看到，他願意花5兆的一個資金。所以節目一開始先來請委員幫我們看到這個，這個真的蠻特別的哦。中國大陸啟動的水下資料中心，再加上他砸的這個2兆元要建立的 AI 算力網，委員怎麼看？對，這真的是一個創舉哦。就是中國大陸跟美國在發展 AI 的路徑是不一樣的哦。中國大陸的 AI 發展是強調，他希望 AI 能夠落地應用，能夠獲利，能夠在百工百業的生產過程當中都扮演角色。所以，其實中國大陸的 AI 應用在過去這1-2個月早就超過美國了。過去這1-2個月有一個很重要的數據哦，就是中國大陸對算力，我們叫做 token 的需求量是美國的2倍了。所以這代表什麼呢？這代表中國大陸因為百工百業都在用 AI， 所以它需要更多的算力，需要更多的 token 來做這個運算哦。那麼相較於美國，大部分現在 AI 的發展都是集中在這個少部分的這些 AI 這個研究的這些大型的公司裡頭。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一看你就可以知道說，這個中國大陸在過去這段時間已經很成功的讓 AI 可以落地應用在百工百業了。好，那現在問題就來了。當你要落地在百工百業的時候，我的算力需求就會大幅提升了。算力成本很重要哦。我舉個例子來說，我們才在上海這個完成了天使輪，成立了一家 AI 公司。我們推出來的產品跟其他的產品在競爭的時候，我們公司的团队就在評估一件事：我的算力的成本是多少？我的算力成本越低，我的競爭力就越高。所以大家都希望取得更低的算力成本，然後才能夠提升你這個 AI 的这個工具的競爭力。所以算力的成本變得非常的重要，算力的需求也大幅的提升了。那現在關鍵問題來了，在上海這個地方，以上海為例，為什麼這個中國大陸決定要在海底來建這個 data center 哦？我覺得這跟 Elon Musk 在先前曾經提過一件事，說他要在外太空建 data center 的概念是一樣的。你要做一個 data center， 你要的是什麼？第一就是電力。就是 AI 發展的終點就是電力跟儲能，這是這個所有在 AI 界的人都很清楚的知道。那你的電力從哪來呢？所以 Elon Musk 那個時候說在外太空，是因為他要用太陽能面板面對着太陽來接收太陽的能量。而中國大陸這一次把它擺在了這個外海的海底，是因為它要用它強大的風力發電的能力，所以電力的問題解決了。可是各位知道，在 data center 裡頭，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什麼？是散熱。就是事實上，一座 data center 它在陸地上哦，你耗費的這個電力裡頭有40%不是在做運算，40%是在吹冷氣，是在散熱。因為你的 data center 裡頭動輒就是10萬片的這個 GPU 的模組在裡頭，所以當你在運作的時候，這個熱量產生是非常大的。所以怎麼解決散熱問題呢？我說過，這跟 Elon Musk 很像。Elon Musk 說，因為我在外太空，所以呢我的散熱問題就解決了。可是中國大陸這一次呢，說因為我把它擺在海底哦，所以我的散熱問題也解決了。那麼第3個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淡水消耗的問題。因為在陸地上哦，我們建的 data center 裡頭，大部分的冷卻系統都是用淡水的，用水冷卻系統的，所以你需要耗費大量的淡水。這在環保上並不符合環保的需求。可是我現在如果把它擺在海底的時候呢，我的淡水的量我也可以這個暫時把它這個省卻掉了，就可以解決掉這些問題。那麼更重要的另外一個關鍵問題是，各位知道所有的 data center 啊，
他都希望離這個使用者越近越好。是，舉例來說，就是我們今天在這裡打開我們的這個手機，如果我的 data center， 我的這個 data center 是用在什麼馬來西亞，我從這裡傳到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幫我算回來再傳回來，再怎麼快也有物理極限，就是光速哦，3乘以10的8次方每秒公尺。那麼可是幹哥的呢，他的這個呢算力中心就在隔壁，就在南港，那他的答案絕對來得比我快。因為他的問題送到了南港的算力中心去，然後立刻又傳回來，跟我一個到馬來西亞再傳回來，這中間差太多了。所以呢，當這個在上海設立的這樣的海底的這個運算中心的好處就是，那以後對整個大上海地區來說，他們就有福祉了。我們在做算力的時候，我們可以更快的得到這個我們所需要的答案，節省了非常多的時間。所以我未来可以預期得到，就是如果中國大陸這一次在這個上海外海的這個海底 data center 可以成型的話，接下來在中國大陸沿海的一線城市，它都會用同樣的模式，在沿海來建所謂的這個海底的 data center 來解決算力的問題啊。好，所以這個新的一個架構，一個海底的資料中心，現在解決了它的算力之外，還省電，而且還可以散熱等等很多的問題被解決。那另外，其實對於中國大陸來說，這個要建一個國家級的 AI 電力網，很重要的還有它的晶片問題了。現在呢，根據了解，這個計劃已經要求廠商說，接下來呢，80%都必須要使用國產化的設備，包括從這個 AI 晶片啊，到你需要的這個伺服器等等，都要用國產的。包括呢，你可以選擇華為或者是寒武紀等等的本土供應鏈廠商。至於呢，國外的這一些企業，它要求你不可以用，就是排除在外，不管是輝達或者是 AMD 等等。所以代表過去美國用晶片來封鎖大陸，現在變成大陸自己有這樣子的一個市場跟需求，可以來供自己反向供自己的本土 AI 產業鏈了。那幹哥怎麼看？但是光是中國大陸自己的產業就能夠供應這一波所需要的算力跟電力嗎？目前看起來大概還不能達到，但是我跟你講，國家在支持你，一定要達到。為什麼？我坦白跟你講，我的目標是什麼？我就是要把 NVIDIA 跟那個 AMD 趕出去就对了。你認為我做不到嗎？我告訴你，中國的市場有多大，你慢慢去想吧，對不对？80%的設備，這個還算是什麼？還算客氣的。80%的設備要國產化、國有化，也就是說 AI 晶片到伺服器全面啊，你要幹嘛？跟華為或寒武紀買，好不好？然後你這不可以用那 NVIDIA 的東西，目前這2年內可能做不到，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這個計劃實在太大了。這個計劃真的太大了 ，AI 算力中心現在至少要花2兆人民幣來做。其實2兆是國務院，也不是國務院公布的、啊，就我告訴你說我花2兆，其實是5兆，要花5兆來做這件事情。所以你就想想看說，因為那個誰，馬斯克他也講嘛，他說你知道那個中國他2025年總共用電是多少度嗎？10.4兆度。美國用電是多少度？美國用電是4兆，也就是說10兆跟4兆是2.5倍，對不对？馬斯克馬上就講說，今年就3倍了。今年就是美國整體，包括家庭、工業的軍工等等的用電加起來，大陸已經是美國的2.5倍，到年底就變成3倍，到明年呢？他說。那個電力的需求啊，那個倍增，中國早就已經看到，他早就已經看到。他說，我從內蒙把電要送到北京來啊，你要這中間一定會有什麼？它一定有延遲嘛？對，它的延遲，可是你要看剛剛大千他說的延遲多久？對，到底延遲多久？他說只有10毫秒而已，10毫秒，坦白講，對一般人來講的話，感覺真的不大了。可是這個是集國家之力來做的，所以大家看到這個，你就會覺得說，真的會有這麼大的雄心壯志嗎？我認為會。為什麼？因為在國家的支撐之下，其實老實講一句，華為今天有這樣的成果，絕對後面有很大的支撐的力量。所以如果說不管是在海底還要建這個資料中心，以及自己要建資料中心，我覺得這件事情在未來就說你想要做到的話，講到海上這件事情，我就要特別講了。我們是不是在那個東海那個進行了一次的巡弋，對不對？我們派出去的船連專家都沒有看過，然後這些船在5年前全世界都沒有看過，
中國海警現在的船大到已經讓日本海上巡護廳都會怕了，你知道嗎？所以我不認為什麼事是不可能的，什麼事都有可能，只要中國有決心去做的話，我跟你講，這個最大的算力中心指日可待，就會建立成功的。好，我做一點補充哦，是，就是國產晶片能不能夠跟得上？可以。中國大陸現在能夠做國產晶片的，並不只有華為、寒武紀哦。現在光是 DeepSeek 在4月29號宣布，它可以對接的国產晶片就已經有8家了。你還不要講說中國大陸現在的 AI 巨頭，像百度。他自己有做的這個昆侖芯，像你看到的阿里，他自己有平頭哥，所以其實中國大陸的這個國產晶片的廠商現在是非常非常的多。光是我今年準備要參加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他們其中的一個賽道就是在講這個 AI 晶片生產哦，那個中間的廠商還很多品牌都我們聽都還沒有聽過的哦。那更重要的一點是，我覺得最大的關鍵，為什麼中國現在有能力可以把 NVIDIA 跟 AMD 推出去？最主要的大工程是DeepSeek 的 V4， 就在今年的4月29號 ，DeepSeek V4 版本正式對外公布，他們重新架構了底層結構，這個底層結構可以對接中國大陸8家的國產晶片，也就是說再也不用被 NVIDIA 的酷打的這個底層架構給綁架了。所以剛才幹哥說的沒有錯，你說要多久？我認為大概2到3年的時間。為什麼需要2到3年？因為我現在有了底層架構，我可以對接了國產晶片，我可以讓國產晶片現在在我們的 data center 裡頭配合我的大模型來運作了。可是關鍵問題是我還需要有生態系，這個生態系需要時間的。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大陸現在下了死命令，說所有的這個晶片都不要用西方的晶片，因為你唯有讓國內現在所有的模型、所有的應用都用國產的晶片，在國產自己的底層架構上來架構，你才能夠建立屬於自己的生態圈，這才是打垮 NVIDIA 最關鍵的一條路啊。好，所以我們現在也看到這個隨着這一波的 AI 的崛起，大陸的晶片確實現在看起來是覺得有能力可以去支撐自己的 AI 的發展的。那另外我們也整理一下，這一場中美科技戰有關於算力的本質，其實就是回歸到電力。那我們來看一下算力，目前呢，大陸還是美國的2倍的需求量。那用電的部分，大陸是美國的3倍，但是價格的部分只有這個比美國低了大約是30%。所以現在看起來，大陸有這個統一電網的支撐，還有它可以從西部的綠電運送到東部的算力中心，都是它的優勢。反觀我們来看到，其實美國現在比較頭痛的事情是，確實大企業砸了非常多的錢投入在這個資料中心裡面，包括了數千億美元，像是 Alphabet、亞馬遜、Meta 等等。但是他們的問題是電網老化、供電不足等等。彭博也指出呢，美國有近半資料中心的計劃其實都是延宕的，而且一直到2027年，其實完工當中超過60%是完全沒有做動工的。那一休怎麼看？現在大陸最大的優勢當然是它在整體國家規劃上面，它這一個能夠這個說見機履機我令口身全部一起動，所以這是跟美國之間體制最大的不一樣。其實關於這個中美體制誰優誰劣已經現在討論是日趨白熱化，不僅是在國際地緣關係比如說之前那個橋水的這個創辦人那他就在美國竟然幫忙科普了什麼叫做朝貢體制的優勢現在當今大陸是一個新的朝貢體制也就是說這個新型大國關係嘛，也就是說我不是做真正的天朝上國，但是我是實際上的天下之舟我把它稱之為新天朝觀就我不做禮節上的高低排序，但我做實質上的差異承認。那這樣的方式，我相處起來大家更實際嘛，然後互相互動，大陸跟東南亞關係，所以這種體制上的差異呢，它已經不止在外部，它也在內部產生了很巨大的差別比如說我們剛才講到發電量來說，中美之間已經有很大的差距了，但是人均當然美國還是比較高。可是問題是，這一些所謂的算力中心，它是不講武德的它不是說你人均去影響，它就是要總電量，就是要這麼多。而且更重要，中美最大的差距其實不是在發電量而已，而是在未來的成長性還有儲能的差異。比如說儲能來說中國大陸已經來到了這個167到174兆瓦千瓦時這個占全世界50%以上那個美國只有1/3而已，這是很大的差距。那為什麼說這個儲能很重要呢？因為大家知道算力這種東西在運用的時候，它的高峰跟低峰它是差很多的，所以削峰填谷你靠儲能來做解決。那現在大陸的這個削峰填谷的很多儲能，它包含建設大型的這種抽蓄發電站這種大型的天然電池，還有開發很多的方式，還有包含比如說鋰電池過了高峰之後，我怎麼樣把它建構在大型的這個儲能電站，然後我怎麼去安排這些國土的運用。
這都非常非常多的，它是統一去規劃，那各省呢，它去如何去落實，所以我想這個才是這個逐步會慢慢去拉開，因為我們剛才講到，如果算力就是電力的話，這個是黃仁勳的說法。對。那現在大家也都基本上都是，包括剛剛委員提到這個概念的時候，那你怎麼樣更有效的去分配電力，也是一個關鍵。而且大家別忘了，大陸在整個 AI 高速發展的時候，電量開始在高速使用的時候，它同一時間它在發展新能源汽車，它的電量要求也是高幅度在增長。所以他們現在國家電網跟南方電网兩個逼繃得非常非常緊啊，怎麼樣去繼續落實？那最後補充一個，還有一個是現在呢，這個所謂的這個我們說這個零碳電力啊，就是綠電加核電的部分，看起來中美的比例是差不多，就發電比例來說，可是最大的差別在大陸目前核能用的才5%，不是大陸核能不行，而是大陸正在堵住核能的未來。如何在未來在核能在更加的高强度的成長，它的下一步，比如說土堆的落地啊這些的，所以這個接下來我們看後面的趨勢，它會逐步的拉開，這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那最後還有一個就是應用端，應用端在目前大陸是高強度應用。比如說我在上海，這個剛剛我們去上海，這剛剛跟委員去參加同一場活動，那個大陸的很多博主，他們怎麼不做內控管理呢？他們用的都是飛書，飛書在外網叫 Luck， 它是一個這個由字節跳动開發的一個 AI 的一個内部管理工具，那個效率絕對比你用像我們現在還在用傳統的 Google 表單啊，怎麼去管理來得非常的有效。那我們經過交換意見之後，我發現人家在管理，包括工種內部如何去細化、去細分，而這裡面加入了什麼？就是 AI。所以這其實我們在看的這個東西說 ，AI 的落地在大陸是既定事實，而且因為它基於它的更龐大的人口的優勢，它的反饋更快，而且呢落實更快，還有更均勻的教育的這個分布。美國的教育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落差，所以這個從應用端、硬體端到這個實體端，它其實都有很大的差異。好，謝謝一休。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